各位朋友，我今天要跟你们讲一件大事，你们手里的事情先放一放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关系到你和你全家人的身家性命。这不是什么娱乐节目，这是一堂保命课。我研究易经，研究天干地支几十年，从来不讲怪力乱神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们，2026年丙午年是60年一遇的天地交枯之年。什么叫天地交枯？就是天上的火和地上的火叠加在一起，把这个世界烧得干干净净。你们现在可能觉得日子过得好好的，房价跌了一点，股票亏了一点，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危机。真正的危机是什么？是你手里原本握着的保命资源正在被你当成破烂清理掉。为什么说2026年是大劫之年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算命看风水，用的是天干地支。天干有10个，地支有12个，两两相配，转一圈下来刚好60个组合，这就叫60甲子。每一年都有它独特的能量场，大到可以影响星球运转、气候变化，小到可以影响你身体里的气血顺不顺畅。2026年是什么年？丙午年。你看这个丙字，天干第3位，五行属火，而且是阳火，是太阳之火，是最刚猛、最霸道的火。再看午字，地支第7位，五行也属火，代表正午的太阳，代表一天之中阳气最盛、温度最高的时刻。天干是火，地支也是火，两团火叠加在一起，这个热量是指数级增长。在60甲子里面，丙午年的火气是60年里最旺的一年，没有之一。易经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亢龙有悔。任何事物发展到了极端，到了顶峰，它就要出问题，就要走向反面。火旺到极点会怎么样？五行相生相克，这是宇宙的平衡法则。火克金，金代表什么？金代表金融、货币、秩序、法律、规则。火太旺了，把金克死了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金融系统会动荡，纸币的信用可能受损，通货膨胀，购买力下降，你手里的钞票可能很快就变成一张废纸。火旺水干，水代表什么？水代表流通、物流、生命的源泉。2026年极度缺水，所以依赖水的产业、水电、冷却系统、农业灌溉都会受到重创。我研究历史上的气候周期，发现一个铁律：凡是火旺的年份，必定会出现大面积的史诗级的干旱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五行推演的必然结果。历史给我们的警示，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丙午年，老天爷都给了我们什么警示。1906年丙午年，那年发生了什么？美国旧金山大地震，死了3000多人，整个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。但你们注意看，历史记载地震之后紧接着是什么？是大火。那场大火烧了整整3天3夜，烧毁了28000栋房子。为什么火势这么大？扑都扑不灭，因为那一年是丙午年，火气太旺了，天干物燥，一点就着。再往前推，1846年丙午年，那一年是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达到最惨烈的一年，马铃薯全部枯死，几百万人饿死或者被迫流亡海外。为什么马铃薯会枯死？因为气候异常，因为干旱，因为天气太热。这就是我说的火旺污水。1966年也是丙午年，那一年全球的气候都极端异常，夏天特别热，很多地方创下了有史以来的高温纪录，而且那一年社会非常动荡。为什么？
因为火克金，金代表秩序、法律、规则、约束，火太旺了，把金克死了，秩序就乱了，规则就被打破了，人心就躁动。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，不是我为了吓唬你们编出来的故事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但车辙印总是惊人的相似。过去30年我们习惯了什么？过去30年我们习惯了买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家里东西旧了换掉，手机用2年换新的，衣服穿几次不喜欢就扔掉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增量思维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逻辑在太平盛世是没问题的，但是时代变了，未来2年你们要把脑子里的增量思维彻底清空，换成存量思维。什么是存量思维？就是守住你手里已经有的东西，不要轻易卖掉，因为在灾年，你手里握着的东西就是你的命。但高温导致停电，但柏油路被太阳晒得融化，但物流中断，城市就是一座孤岛。你手里握着100万，买不到一滴水。你手机里的钱，那只是一串看不见的数字，刷不出来。而你隔壁邻居因为守住了一口老井，一袋陈粮，反而从容不迫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历史的轮回。5样旧物比黄金还贵。现在我要讲这堂课最核心、最干货的部分。你们家里有5样旧东西，在2026年会比黄金还贵。如果你现在还有这5样东西，无论谁来收购，谁来借，打死都不要出手。这不是破烂，这是你全家人的诺亚方舟。第1样，老井或独立取水设施。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农村老家有没有井？很多人老家是有井，但是觉得这口井又脏又危险，早就填掉了。城里人更不用说了，只信自来水，觉得打开水龙头就有水，天经地义。告诉你们，这种想法在太平年间没问题，但是到了丙午年，这种想法会害死你。丙午年是什么格局？旱魃为虐，旱魃是传说中的旱神，所到之处，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。2026年水库干涸是大概率事件，电力不足导致水泵停运也是大概率事件。你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连续1个月高温，太阳像火球一样挂在天上，空调全负荷运转，电网超负荷，啪的一声跳闸了。然后就是大面积长时间的停电。停电意味着什么？自来水厂的水泵不转了，你家水龙头里一滴水都流不出来。你打开手机想在网上买水，对不起，手机没信号，网络瘫了。你想下楼去超市买，超市已经被抢空了，货架上空空如也。这时候你家里那口看起来土里土气的老井，就是你的生命银行。你楼顶那个又大又占地方的不锈钢水塔，就是你全家人的救命稻草。给你们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。如果你老家有井，现在就回去一趟，把井清淤，把井水打上来化验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喝。给井口加个盖，上把锁。为什么要上锁？一是防止有人往井里投毒，二是到时候防止被人抢水。你们不要觉得我说的夸张，人在极端情况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再买一个手动压水机备用，电动水泵停电就废了，手动的怕。如果你是城里人，家里没有井怎么办？第一，别把家里的大浴缸、大水桶扔掉。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嫌浴缸占地方，换成淋浴房。我告诉你们，浴缸是天然的储水池，
紧急情况下，一个浴缸能储几百升水，够你全家人撑好几天。第二，从现在开始买食品级的储水桶，那种20升、50升的大桶，买10几个放家里，平时装满自来水，每隔一段时间换一次新水。一旦停水，这就是你的命。第三，如果你住1楼或者有露台，准备好接雨水的容器。虽然丙午年雨水少，但偶尔下的雨就是甘露，不能浪费。第四，一定要准备净水设备，净水器、滤水壶或者简单的明矾、净水片都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极端情况下，你可能不得不用河水、井水甚至雨水，那些水不一定干净，直接喝会生病。你需要有能力把脏水变成能喝的水。我送你们一句话，记住了，2026年客厅里的红木沙发不如厨房里的一缸水。你那套几十万的真皮沙发到时候一文不值，但是你那几个塑料储水桶能救你全家人的命。什么是贵？在太平盛世，稀缺的爱马仕是贵；在火旺无水的灾年，稀缺的生存资源才是真正的贵。从中医五行来看，水在丙午年是被双重压制的，火克金，金生水，水的源头被截断了，火耗水，水的存量被蒸发了。所以水是第一战略物资，是你们必须死守第一道防线。第二样，食物黄金和白银。注意，我说的是食物，不是指黄金，不是银行账户里显示的那串数字。现在很多人买黄金都是在手机上点一下，买多少克多少克，那个东西叫纸黄金，叫电子黄金。我问你们，断电断网的时候，那串数字有什么用？你看都看不到，更别说拿出来换东西了。我说的是实实在在能握在手里的金条、金币、金戒指、银元、银手镯。为什么要守住这些东西？因为火克金，火太旺了，金融秩序这个金会被火熔炼，会有大变动。你们想想1966年那个丙午年，金融系统稳定吗？社会秩序稳定吗？不稳定。到了2026年，历史可能会重演，纸币可能会贬值，可能会通货膨胀，可能你今天的100块钱，明年只能买一个馒头，但是黄金不会。古人讲，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。黄金是跨越朝代、跨越灾难的唯一恒定货币。不管是什么朝代，不管发生什么天灾人祸，黄金永远值钱。你们去翻历史书，每一次大动荡、大灾难的时候，黄金的价值都会飙升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纸币可能变废纸，但黄金不会。我要特别强调白银。为什么要存白银？因为小额交易，黄金太值钱了，一根金条可能值好几万。当你需要买一袋米，买几斤蔬菜的时候，你舍不得把金条剪开，但是一个银手镯，几块银元，正好可以用来换东西。在古代，老百姓日常交易用的都是银子，黄金是大额交易，是传家宝。这个道理到现在依然适用。我给你们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。第一，家里传下来的老金子、老银器，千万别去金店以旧换新。现在很多金店搞活动，说什么旧金换新金，工艺更漂亮，不要上当。老金子虽然纯度可能没有现在的高，但是它的认受度更高。为什么？因为老金子是真金白银的年代传下来的，它经过了时间的检验。你拿一个老金戒指出去，人家知道这是真货。
你拿一个新的工艺品金饰出去，人家还要怀疑是不是镀金的。第二，死守原则，除非家人生死大，否则绝不变现。亲戚来借钱，你可以借钱，但是不要借金子。哪怕你哭穷，哪怕你装可怜，金子不能动。为什么这么绝情？因为金子是你最后的底线，是你全家人最后的退路。借出去容易，要回来难。万一到时候他还不起呢？万一到时候他也揭不开锅呢？你要替自己和家人想想。从五行来讲，金在丙午年被死死压制，火克金，金气最弱。但正因为金气最弱，所以金最稀缺，最值钱。物以稀为贵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第三样，陈年药材和急救库存。这一点很多人忽视了。家里老人存了一堆陈皮、艾草、人参、安宫牛黄丸，你们觉得占地方，觉得是老古董，想扔掉过期药随便扔。家里药箱常年空空如也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些东西在2026年可能就是一条命。丙午年火旺，火旺则热病多。什么是热病？中暑、热射病、高烧不退、瘟疫横行。在中医看来，火气通于心，心主火，心主神明。火太旺了，心火就亢盛，心火一亢，人就烦躁、失眠、发狂，严重的甚至心梗、中风。2026年心脑血管疾病会井喷。这不是我吓唬你们，这是五行推演的必然结果。而且丙午年的高温干旱会导致药材减产。药材是植物，植物需要水，水不够，药材长不好，产量骤降，产量降了，价格就飙升。到时候一盒普通的感冒药可能贵得离谱，一粒救心丸可能有钱都买不到。更可怕的是，高温会导致什么？瘟疫、热病横行的时候，传染病最容易爆发，医院人满为患，挤都挤不进去。这时候你家里那一片退烧药、颗救心丸就是一条命。我给你们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。第一，现在就盘点一下家里所有的药品，检查有效期，过期的扔掉，快过期的尽快用掉，有效期长的好好保存。第二，重点囤积两类药，一类是清热解毒的药，连翘、金银花、黄连、板蓝根、菊花，这些是用来灭火的。当你感觉喉咙痛、口舌生疮、小便黄赤的时候，赶紧泡水喝，把火苗压下去。另一类是急救护心的药，速效救心丸、硝酸甘油、丹参镝丸、生脉饮。家里有老人的、有心脏病史的，一定要备注。心属火，在火旺的年份，心脏负担最重，这些药关键时刻能救命。第三，别人老一辈留下来的土方子书，你们年轻人可能看不起那些老偏方，觉得不科学，但是你们想过没有？古代没有西药，没有医院，老百姓靠什么活？靠的就是这些民间智慧。那些方子都是祖辈用生命试出来的，能流传下来的都是管用。第四，防暑急救药定要备藿香正气水，买带酒精的那种老药，解表化湿最快，10滴水，人丹，夏天最热的时候，或者你不得不出门的时候，这些东西能救命。第五，滋阴润燥的药也要备一些，麦冬、玉竹、沙参、石斛、百合。火把体内的津液烧干了，人就干枯了。这些药是给身体补水的，
是从内部滋润脏腑的。从中医来讲，丙午年火旺伤阴，阴就是体内的水分，津液、精血，火太旺了，把这些宝贵的阴液都烧干了，人就会出现口干舌燥、皮肤干裂、便秘、失眠、心烦等症状。所以滋阴的药材在2026年会特别重要。第六，家里有老人传下来的陈年药材，比如陈皮、老艾草、老三参，千万别扔。中医讲究陈久者良，很多药材越陈越好。陈皮放3年叫3年陈，放10年叫10年陈，放30年那就是倍。为什么？因为时间会让药性更温和、更醇厚、更有效。你现在觉得它占地方，到了2026年，这些东西可能是有价无市，有钱都买不到。第七，学会一些基本的急救技能，心肺复苏、止血包扎、中暑急救，这些东西现在网上都有教程，花一个周末学一学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极端情况下，救护车可能来不了，医院可能去不了，你就是你家人的医生。我再强调一遍，药品和医疗物资在丙午年是战略物资。你们现在可能觉得药店到处都是买药很方便，但是一旦供应链断裂，一旦药材减产，一旦疫病爆发，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医药难求。第四样，传统农具和种子。这一条很多城里人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。你们会说，我住在城市高楼里，要锄头镰刀干什么？我又不种地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想法大错特错。丙午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？是粮食危机。火旺则土焦，土焦则粮绝。2026年大面积干旱是大概率事件，农作物大幅减产也是大概率事件。粮食减产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粮价飙升，意味着可能出现饥荒。你们可能觉得现在粮食这么便宜，超市里到处都是，怎么可能会饿肚子？我问你们，2022年俄乌冲突的时候，粮价涨了多少？印度禁止大米出口的时候，多少国家抢粮？这还只是局部冲突。如果是全球性的气候灾难呢？历史告诉我们，每一次大灾之年，粮食都是第一战略物资。有粮者生，无粮者亡。我给你们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。第一，农村老家的农具千万别当废铁卖了，锄头、镰刀、铁锹、耙子、水桶、扁担，这些看起来笨重过时的东西，在关键时刻能救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东西不需要电，不需要油，不需要零件，只要你有力气，它就能用。现代化的农机一旦停电、缺油、缺零件，就是一堆废铁。但是一把锄头，你的爷爷用，你的父亲用，你也能用，它可以用100年。第二，种子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家里老人留下来的老种子，什么小麦、玉米、豆子、蔬菜种子，用玻璃瓶密封好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。为什么要留种子？因为种子是生命的源头，是粮食的母亲。你有1粒种子种下去，收获100粒，100粒再种下去，收获10000粒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生生不息。但是你们要注意，现在市面上很多种子是杂交种、转基因种，这些种子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不能留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今年买的种子种下去，收获了粮食，但是这些粮食里的种子明年种下去，要么不发芽，要么长出来的东西
完全变样。这是种子公司的商业策略，逼着你每年都要买新种子。所以老一辈留下来的传统种子，可以自己留种的种子，才是真正的宝贝。这些种子经过了几百年、上千年的自然选择，它们适应本地的气候、土壤，生命力顽强。第三，如果你家里有院子、有阳台、有露台，从现在开始学着种点东西，不需要种很多，种几盆小葱，种几颗西红柿，种一些生菜。为什么？一是让你熟悉植物的生长规律，知道什么时候浇水，什么时候施肥。二是万一真的到了粮食短缺的时候，你家里这几盆菜就是救命菜。第四，学会保存粮食，大米、面粉、豆子怎么储存才不会生虫，不会发霉。老一辈有很多土办法，放花椒，放大蒜，放干辣椒，或者用密封的陶罐、铁桶，这些方法看起来土，但是管用。第五，从现在开始囤一些耐储存的粮食，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、盐、糖、干货木耳、香菇、腐竹、粉丝、罐头，这些东西保质期长，营养价值高，关键时刻能顶饿。我知道你们会说，囤这么多粮食，吃不完怎么办？会不会浪费？我告诉你们，粮食永远不会浪费，吃不完可以送人，可以换东西，可以救急。但是如果你不囤，到时候想买都买不到，那才是真正的后悔莫及。从五行来讲，土在丙午年被火生，火生土，土气本来应该旺，但是火太旺了，把土烤焦了，土就失去了生养万物的能力，焦土长粮，这是天道。所以2026年农业会遭受重创，粮食会成为最稀缺的资源。第五样，传统手工技能和工具。最后一样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样，手工技能和工具。什么叫手工技能？做饭、缝纫、木工、泥瓦工、修理、编织，这些不需要电，不需要高科技，只需要一双手和一些简单工具就能完成的技能。你们现在可能觉得这些技能没用，做饭有外卖，缝衣服有裁缝店，东西坏了直接扔掉买新。但是我问你们，如果停电了呢？如果物流断了呢？如果商店关门了呢？2026年丙午年，电力系统会承受巨大压力，高温导致空调全开，用电量暴增，干旱导致水电站发电量骤降，电网超负荷运转，随时可能崩溃。大面积长时间停电不是不可能，是很有可能。停电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的电饭煲不能用了，你的微波炉不能用了，你的电磁炉不能用了。你会做饭吗？你会用柴火、用煤炉、用酒精炉做饭吗？停电意味着你的洗衣机不能用了。你会手洗衣服吗？你知道怎么用搓衣板、用棒槌把衣服洗干净吗？停电意味着你的手机、电脑很快就没电了，你的娱乐、你的社交、你的工作全部中断。这时候你会做什么？你会修东西吗？你会做手工吗？你会用双手创造价值吗？我给你们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。第一，家里老人用的传统工具别扔，缝纫机、菜刀、磨刀石、剪刀、锤子、钳子、锯子、斧头，这些东西看起来笨重老旧，但是它们不需要电，不需要电池，只要你会用，它们就是你的生产工具。特别是老式的脚踏缝纫机，这个东西是个宝。衣服破了可以补，布料可以做成新衣服，
完全不需要电。你们知道吗？在战争年代，在灾荒年代，会用缝纫机的人是最吃香的，因为人人都需要衣服。第二，从现在开始学一些基本的手工技能，学做饭，而且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做饭，学会生火，学会用柴火灶，学会用煤炉。城里人可能觉得这些技能很土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这些技能在关键时刻能救命。你会生火，你就能做熟食，你能做熟食，你就能活下去。学缝纫不需要多高级，会缝个扣子，补个洞，改个裤脚就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物资短缺的时候，衣服是很贵的，你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随便扔随便买，一件衣服可能要穿很多年，破了就补，补了再穿。学修理，家里的东西坏了，不要第一时间想着扔掉买新的，先想想能不能修，椅子腿断能不能钉一下，水龙头漏水能不能换个电圈。这些小技能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是能帮你省很多钱。更重要的是，能让你在物资短缺的时候不至于手足无措。学保存食物，腌菜、晒干、做酱、做罐头，这些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。为什么要学这些？因为丙午年粮食可能减产，但是如果你会保存食物，你就可以在丰收的时候多买一些，多存一些，然后用传统方法保存起来，慢慢吃。第三，准备一些不需要电的工具，手摇发电机或者太阳能充电板，这样即使停电了，你也能给手机、手电筒充电。手电筒、蜡烛、火柴、打火机，多备一些。停电的时候，照明是第一需求。手动工具、手动开罐器、手动榨汁机、手动磨豆机、手摇风扇，这些东西平时看起来很傻，但是停电的时候就是宝贝。第四，学会物物交换的思维。在极端情况下，货币可能贬值，但是技能和实物永远值钱。你会修自行车，别人的自行车坏了，你帮他修，他给你袋米。你会做衣服，别人需要做衣服，你帮他做，他给你一些蔬菜。这叫以物易物，这是人类最古老、最可靠的交易方式。从五行来讲，丙午年火旺，火代表什么？火代表能量，代表动力，代表现代文明的电力系统。但是火太旺了，就会反噬，就会导致电力系统崩溃。这时候，不依赖电力的传统技能和工具，就成了最可靠的生存手段。总结，守住这5样，就是守住命。各位朋友，我今天讲了这么多，核心就是一句话：2026年丙午年是60年一遇的大劫之年，你们必须提前准备。这5样东西：水源、黄金、白银、药材、农具、种子、手工技能工具，看起来土，看起来老，看起来没用，但是他们是你们全家人的诺亚方舟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听完会觉得我在危言耸听，会觉得我在贩卖焦虑，但是我研究易经几十年，我看过太多历史的轮回，我知道天道的规律。我今天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，都是经得起推敲的。你们可以不信我，但是你们不能不信老天爷。老天爷的规律写在天干地支里，写在五行生克里，写在历史的车辙印里。我不是让你们恐慌，我是让你们准备。准备和恐慌是两回事，恐慌是乱了阵脚，不知所措；
准备是未雨绸缪，从容应对。从现在开始，盘点你们家里的这5样东西，有的好好保存，死守不放；没有的，抓紧时间准备，不要等到2026年真的出事了，才后悔莫及。记住我今天讲的话，盛世买房，乱世守粮。2026年不是买的时代，是守的时代。守住水，守住金，守住药，守住粮，守住技能，你就守住了命。最后送你们一句易经里的话，君子以私患而预防之。什么意思？聪明人会在灾难来临之前就做好准备，希望你们都能成为这样的聪明人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。记住，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。2026年，我们一起平安度过。